这个网站是我用一段中文叫 AI 做出来的，每一只动物都有照片、品种、个性描述、排版配色，全部自动生成。筛选是真的可以用，还可以切换照片，跳出认养的卡片。整个网站我没有写任何一行程式码，而且这不是截图，它是一个真的网站，它有网址，可以用手机打开传给朋友，他也看得到。那工具叫做 Google AI Studio， 完全免费，今天全部做给你看，从生成到上线一次搞定，不用装任何东西，跟着做就好。现在用 AI 做网页已经不难了，但工具之间的选择差非常多。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Gemini。那 Gemini 呢，它是 Google 的聊天 AI，你家做网页它可以做。那旁边也有一个预览的功能，但它比较像是聊天室，所有程式码呢都会挤在同一份档案里面，东西多就很难改。那来介绍今天的主角 Google AI Studio。那它背后跟 Gemini 是同一个模型，但是它会帮你把程式码拆成不同的档案，之后要改哪一块就直接改，不用怕动到其他的。那 Gemini 它可以做，只是它全部都会挤在同一份档案里面，东西多就很容易乱。那 AI Studio 呢，它会自动拆档，像工作台一样好管理，更适合拿来做网页。它同一个 AI 体验其实差了非常多。那今天要教的就是这个免费打开浏览器就可以用的 Google AI Studio。对了，我之前有介绍过 Antigravity 这个 AI 编辑器，那支影片主要是在教整理笔记，大家其实也可以拿来做网页，也可以做到比 AI Studio 更复杂的东西，算是今天介绍这个工具的进阶版，有兴趣的链接我放在资讯栏。那我们来看怎么样使用 Google AI Studio。首先我们先开启 Chrome， 然后搜寻 Google AI Studio， 那点选第一个选项。那我们这边预设是先进到 Playground 的画面，那这边有6个不同的使用情境，那我想要介绍一下 Real Time 这个功能。那我们点选第一个，那它是可以让你直接用语音跟 Gemini 对话，然后你也可以分享你的荧幕画面，那 Gemini 会及时看到你看到的东西。那这个功能什么时候好用？就像现在这样，第一次打开 Google AI Studio， 看到一堆按钮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开一个这个 Share Screen，然后问他说这个界面要怎么样使用，那他就会边看到你的画面边教你。那或者是说你在使用别的工具看一份文件学一个新的东西，都可以开着这一个 share screen 让他边跟你讲解，就像是旁边坐了一个老师。不过今天的重点不是这一个，那我们就来开始 demo 我们的网页吧。那我们来做第一个实用的网站，宠物认养网站。那这种网页呢就很适合使用 AI 生成，那它就是一个单纯的资讯展示、卡片排版跟一些简单的互动。那我们在左侧的选单点选第二个 Build，然后一样是 Start，然后我们点选这个模型的部分。那这边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模型，那我这边选择的是预设的3.1 Pro，然后因为这个3.1 Pro 呢，它在各个美感的表现其实是比各个模型都还要更好的，所以我这边就点选预设的。然后这边 Framework 部分呢，你可以点选你喜欢的这一个 Framework，那我这边点选的就是 React。好，我们现在请他来帮我们生成一个宠物认养网站，那它需要有一些互动性的功能啊，然后还有一些资讯的展现，那我就按 Build。那可以看到右侧这边呢，就是它会根据你输入的 prompt 再给你一些建议，然后你可以按这个 Edit to Chart，然后它就会新增到这边。等它这一轮跑完之后呢，你可以再把它送出，然后它就会针对这一些建议去做修改。好，它花了134秒，终于跑完了。然后它完成之后，它会有一个提示音可以通知你，那这段期间你可以去做你其他事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其实非常的精美，然后它这边有这个大标题，然后整个排版非常的有质感，然后每一只动物的卡片也都帮我们排好了，包括它的照片、姓名啊，还有它的年龄，全部都有。然后如果这边是点选猫咪的话，它也会帮我们分好类，然后这边有这个互动式的效果。那这个工具好用的地方是，你可以像在跟设计师对话一样，一步一步请他修改。那改的方式其实也不只有一种。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边有这个 annotation 的这个 mode，我们就点下去，然后我们先把旧的这一个刚刚它生成的建议先移出。然后假如说我觉得这个图太大了，或者是我不想要每一张图都有3个，想要2个就好的话，我就可以使用这一个把它圈起来。然后加上箭头，然后在这边点选这个 test，然后说图片太大，希望一个栏位只有2张图片，然后我们就按 submit， 然后它就会根据我们提出的需求进行修改。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 mode 呢，叫做
Focus Mode，那它是可以去选这个元素的。那假如说这个健康状况的这个 SVG 档我不喜欢，那我一样就是可以在这边跟他说想要换一个图，那就要等它前面跑完之后才可以再进行这个 SVG 档的修改。那这边的话，我只打了一段中文，然后他就给我一个相对完整的网站。那如果自己是从零开始磕这种网站的话，至少需要花1到2个小时，但现在大概只需要2分多钟就可以搞定了。那这边就是这一个认养网站的 demo， 那我们就看下一个 demo。好，我们来看第二个 demo。那我们刚刚做的是实用型的网站，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个不一样的方向，是比较偏视觉型的，就是那种你打开别人的网站，然后背后有一些光点飘来飘去，看起来很厉害的那种粒子动画。那我的 prompt 就是大概是下这样，就是请制作一个适合当个人网站的这个背景是粒子动画的，那粒子要像流体一样飘动，然后又带一种这种拖曳的效果。那我们就只需要打一段话，然后按下 Enter。那一样右下角这边会出现它的一些建议，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就可以直接按这个 Edit to Chart。好，它那边生成完成了。那它生成完成之后，一样会有一个提示音。然后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刚刚用一段话生成出来的，然后跑了大约2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这边就是一些个人的资讯啊，然后如何去联络到我，跟一些可能可以放作品集的位置。好，然后我们可以看这边的这个 Full Screen 的选项，点下去之后呢，右边这边可以切换这个不同的装置，你就不用在手机上看一下它生成出来什么，直接点选这边就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教学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网站呢放到 GitHub 上面，然后你可以透过一个连接去打开你做好的这个网站，分享给所有人。好，我们网站做好了，但现在只有你自己看得到。那要怎么让它可以变成一个真的网址，让别人也可以打开呢？那我们要使用一个工具叫做 GitHub Pages。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免费的网站空间，把你的网页丢上去，它就会给你一个网址，任何人都可以打开。那我们就先到画面中的右边按 Publish， 然后滑到最右侧，点选 GitHub。那在做这个连接之前呢，你需要到 GitHub 建立一个自己的账号。然后你就可以按下这个 Sign into GitHub to continue。那点选这个之后呢，它会对这一个 Google AI Studio 做一些授权。那我这边就是让它预设就是 All Repositories。然后授权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到 GitHub 的这个地方，然后点选你的头贴这边 Settings。然后你可以到 Applications 这边点选，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授权的这2个部分。那如果你在授权的时候遇到一些错误讯息，那你可以到这个地方，然后先把它 uninstall。uninstall 完之后呢，你要在这个地方把它 revoke 掉，然后就可以让流程重来一次。好，那我们回到 Google AI Studio 的画面，那我们这边就帮这个 repository 取个名字。那我们就叫做这个宠物认养的网站，然后这个 description 呢，我也就叫一样的名字。那我们这边要点选 Public， 让别人可以看到这个网站，然后我们就按 Create。那 Create 完成之后呢，这边就会是我们所有修改的内容，就是这个 AI Studio 帮我们产生的 code。那我们就按这个 Commit All Change。那这样就上传到这个 GitHub 的画面。那我们就回到 GitHub 看一下，然后我们点选我们的 Repositories。然后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刚刚这个在 AI Studio 的内容呢，它就上传到 GitHub。那我们点击一下这个 repository， 然后这边呢，我们需要做3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先点选这个 vit 的档案，然后我们按下这个 edit。那我们在这个 return 的地方呢，我们需要加上一个内容，它是一个叫做 base， 然后 pet adoption。那这一个呢，需要跟你这个 repo 的名字对应，那其他格式都需要符合这样。那我们就按 commit change，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 repository 的这个主页，
然后我们在这个 Edit File 的地方点选，那我们按下这个 Create New File。然后呢，因为我们需要让别人可以透过 GitHub Pages 来看，所以我们其实要把内容推到 GitHub Pages。那我这边需要新增一些资料夹，来请这个 GitHub 的自动化来帮我们处理这一段。那首先呢，我现在这边打 GitHub， 打完之后呢，我们按下斜线，它就会自动帮我们创建一个资料夹。然后打 Workflows， 然后再按斜线，然后 Deploy 点 YAML。那这边需要注意是 YML， 不是 YAML。然后内容的部分呢，我会把它贴在资讯栏，大家可以直接复制贴上。那我们贴上之后呢，它就是会帮我们在 GitHub 的这个 Action 做一些事情，然后让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网页。那我们就按 Commit。那储存之后呢，我们可以到这边 Commit 的地方来看一下它有没有跑。那可以看到说这边有一个棕色的这一个灯，那我们就点进去，然后就可以看到说它正在 deploy to GitHub Pages。那要做的第三件事情呢，我们要到 Settings 这边，然后我们要在 Pages 这个选项，我们要在这个 Source 的地方呢，点选 GitHub Action。那储存之后呢，我们回到这一个 repo 看一下它跑的状态。那可以看到这边显示 fail， 那是因为我们刚刚还没有设定 GitHub Pages 这个 source。那我们就点选 Details， 然后我们就 rerun 这一个失败的 job。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部署成功了。然后我们现在要怎么打开我们的网页呢？那预设会是我们的这个 username， 然后加上 GitHub.io， 然后再斜线 pet adoption。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看到我们预设我们的名字，然后点 GitHub.io， 然后 repo name， 然后我们按一下 Enter。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刚才在这个 Google AI Studio 的画面呢，就直接可以透过这一个连接打开了。那这边需要特别留意的事情是，像是一些 API key 的内容，你需要特别注意有没有被上传上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它其实有帮我们分一个叫做 env 档，那我们就点进去。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这边有预留一个 Gemini API key 的栏位，但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完全免费，然后我也没有新增任何的 key， 所以这样的 code 可以直接上传上来。但如果你有新增 key 的话，建议还是要用比较安全的方式去储存，不要放在 code 里面。好，那我们就可以透过 GitHub Pages 这种方式呢，上传我们的网站，让别人直接可以透过连接存取到。那这样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快速 demo 的方式。那接下来呢，要讲些实话，就是 Google AI Studio 呢，它其实也不是万能的，它比较适合用来做一些看得到但不用存东西的网站，像是个人首页啊、作品集、活动页面或是小工具的一个 demo， 它都非常的适合。但如果像是购物车、会员登录系统这种需要串后端资料库的，它其实就有点难去达成。不过如果你要做更复杂的应用，可以试试看用 Antigravity 来做。那如果 AI 偶尔出包的话，其实也不用担心，只要跟他说哪边坏了，直接帮我改这边，他通常就会自己修好。真的修不好的话，就是开启一个重新的对话，跟他再描述一次。那最后 GitHub Pages 上面的网站呢，它没有后台，你要改内容的话，你就是得要修改程式码，然后再上传。但如果你只是做一页的展示页、半年改次的话，那这就不是太大的问题。所以总结来说，你要做一个好看的页面、很炫炮的动画、使用的小工具的话，这个方法是完全够用的，因为它不需要成本，然后也不需要经验，就是完全免费的。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听别的主题，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